只需要赢我。那，师叔得罪了。凭你这火灼之术，是过不了我这15层的。拔剑吧，让我见识一下雷轰当年不惜违背祖训，修了什么样的剑术。师叔，小心了！青莲尺，你输了，下阁去吧。晚辈此番闯阁，有必胜的决心，还请师叔不必留手。请。这小子不过区区金刚凡境，竟如此难缠。洪哥，你知道冠绝榜吗？白小堂牌那个。将来的冠绝榜上得有我雷云鹤的名字，我雷轰的名字一定排在之前。看着吧，我一定名扬天下。你小子不要得寸进尺。或许你在这一辈雷门年轻人当中确实是天才，可是入了江湖，有的是能顷刻间取你性命的存在。不要太自大了。这我早就明白。我一路来到雪月城，见过了数不清的高手，威震江湖的前辈，连名号都不知的神秘人，还有我的同辈。这令我难以望其项背的真正的天才。我雷无极就是一路过来到这里来的，但是我输得起。我相信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赢回来的。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？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喷溅啊！少年风起，天涯海角，一同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多谢了。师叔，你看我刚才那算是？躲开一点。啊。心声随尽人情渺渺，襄阳在旁，心如莲不染与你朝。跋涉千万里，惊涛踏歌者。原来如此。
此，境界跌落，不是因为重伤，只是心颓了。让我也回想起那股少年之气，让我回想起那股力量吧。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。想不到，这15层的守河人竟然是雷云鹤。雷云鹤，他居然还活着！小师叔，雷云鹤很有名吗？怎么没听师门长辈提起过他？你们望城山的人自然是不愿意提起的。这雷云鹤当年可是号称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，同雷梦沙、雷千虎、雷轰并称为雷门4杰。当年最出名的一战，便是打伤了你们望城山。上山之后，他要挑战赵玉珍，一指截断上山道，2指掀翻乾坤殿。这第3指，则是对上了赵玉珍的青霄剑，却被一剑斩断了一条胳膊，从此销声匿迹，再也没有在江湖中出现过。传言他早就重伤而亡，没想到躲在雪月城。不过以他的武功，在雪月城当守阁长老，就算是剑仙要登阁也不容易啊。雷长老当年重伤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可是武功境界却是一落千丈，如今只有自在地境的实力了。原来如此，不过看他现在的样子，应该是恢复了吧？若是恢复了，那你这好兄弟可就完蛋了。哇！云鹤兄，恭喜你重入逍遥天境。可是，这登天阁也是花了大价钱建造，还望云鹤兄手下留情啊！你这一个雷劈下去，我这登天阁可消受不起啊！我就劈了你这登天阁又如何？求你了！你小子不错。师兄谬赞了。你想登上阁顶，然后带那个人去见你的师傅？哼，好，到时候我也去。啊！阿离，云鹤兄，如今你功力尽复，可是要回雷家了？没脸回去啊！怎么又是这句话？自己丢的脸，总得自己拾起来。再说回家的事，我曾1指破苍山，我曾2指断乾坤，我的3指却没能破去那青霄剑，还丢了一只胳膊。如今我重回逍遥天境，再去见见那青霄剑如何？你打算去望城山？阿离，我们走。当年我持枪站在阁顶，满城风雨化为一枪，可有此风采？一半都没有。输了呀！世人皆称我为枪仙，可哪有呼风唤雨、乘云驾鹤来的有气势？枪仙前辈，雷无节小兄弟，你这是要去阁顶吗？我雷无节此番前来雪月城，就是为了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，还望枪仙前辈成全。知道了。接着，可别一下子就被打下来啊！不会的。阿爹，大师兄，你们怎么下来了？雷无节那小子不是要上阁顶吗？他们是来找人的。闯登天阁找人？难道他们找的是？咱们就看着吧，会是一出好戏。
雷家宝、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剑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是。求见李寒一。雷家宝、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剑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爹。雷家宝、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剑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喊了半天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可真是有些尴尬。就不管了，好不容易闯到这阁厅，一定要见了他。雷家宝，喊什么喊？吵死了！问剑雪月城，就凭你手里的这把杀猪剑，这是纱布剑。哼，我现在已经来了，你出剑吧，让我看看，你到底有什么底气说出“问剑雪月城”这句话来。好。这种杂耍，也拿出来丢人现眼。你的剑技橙子雷轰，大开大合，威力不俗，确实需要更扎实的基本功，不然就会破绽百出。听说你学习了雷家的无方拳，还向天外天的少宗主学了另外一套拳术，再加上火灼术，2套拳法，1门秘术，你有多少心思可以放在席剑上？雷轰那个混蛋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师傅说了，行走江湖，艺多不压身。一派胡言！行走江湖，一人一剑，足矣。看好！我的登天阁。李寒一，你这个混蛋！混蛋！去！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。喂，你还好吧？还好。你是？我叫李凡松，也是来闯登天阁的。哦，你好啊。嚯，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，真是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真想亲自接这一剑。会有机会的，我去了。问剑雪月剑仙李寒一。哎，这来闯的是我，你要问剑剑仙，得从第1层登起啊。望城山赵玉珍门下弟子李凡松前来拜会雪月城，问剑雪月剑仙李寒一，请雪月剑仙赐教。无量剑是无量剑。李寒一，我要跟你拼命！不要拦着我，李寒一！我的登天阁。去！李寒一，你陪我登天阁！我跟你拼了！我的登天阁呀，天哪！李寒一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哎，兄台可还好？好疼！
弟子雷无杰拜入雪月剑仙门下，如若他日雷轰师傅责怪，雷无杰便已死，以谢二位恩师授业之恩。傻子！明日来后山找我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就你话多。一约既成，万山无阻。雷无杰，来，起来。雷无杰，别晕呐，钱还没还呢。啊！哎，雷无杰，他这一战消耗太多，身体已经透支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你现在也正式成为他大师兄了。你这个师弟欠我800两，要不然你这个做师兄的帮他把这笔钱还了，我也好回我的雪落山庄。我没有钱。谁有钱？来，走。没错，雪月城上上下下所有的金钱开支，都是由我来负责的。那就好办了，800两。听唐莲说，你的名字叫萧瑟，是又如何？好名字。少拍马屁，该还钱还钱，我着急赶路。萧瑟，你钱自然是要还的，只不过在下想请萧兄弟到雪月城稍住几天，我心中还有几个疑虑，想要向萧兄弟请教。我若是不从呢？难不成要以武力威胁我？自然不会。想要萧兄弟进入雪月城，在下的确是有私心的。什么私心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阿爹，你说什么呢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想收我为徒？凭什么？在下这一身武功，在江湖上也算是拿得出手。我又不行。除了武功，在下的棋艺那也是天下无双。不知道萧兄弟喜不喜欢下棋呢？谈不上喜欢，就是没输过。好，那不妨我们就下上一盘。倘若萧兄弟赢了，那我就不再勉强，如何？好一个雪月城！你当初就是这么骗落霞仙子留下的？愿赌服输，这哪是骗呢？请吧。围棋乃是鬼道，并非大道。想不到堂堂3城主，竟如此沉浸鬼道。若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，可算大道？3城主好大的谋算。不过萧某志不在此，在萧某看来，任何谋算都大不过银子。志不在此，还要银子，我就不明白了。虽然有别的用处，若不想给，那就算了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能拜我为师，我便让你统管雪月城的财务，如何？3城主好魄力，值得吗？这是雪月城的选择。月俸800两，不够。那你说多少？一共800万两吧，待我出城之日一并给我。 800万两，你不如直接说让你当城主好了。好，成交。既然你心不在此，但是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的棋局已经摆好，我们所有人都是棋子，你我都不例外。那只是你觉得。
化雪山庄的美，总会在片刻之间悄然凋谢，往往这时候都会下着微微细雪。阿爹还在世的时候，每年都等着看这片刻凋零的美景。他称这种景为雪殇。他觉得梅花凋零之时，雪也已然死去了。本来等了许久，想看这场雪殇的，只是你竟一刀将这些都给斩了。带他下去吧，睡一觉醒来，便什么都给忘了。12柄鳞刀现在已然都断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由你们去做了。宗主，关于你的那几个朋友，刚刚有一些新的消息传来。他们最近怎么样？唐莲离开余师，回了一趟唐门，见了唐门师傅唐莲月一面。萧瑟和雷无杰却是兜兜转转，又行了3个月的路，才到雪月城。雷无杰前去登天阁，一直到了阁顶，与玄剑仙赵玉珍的弟子一同问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虽然最后被一剑打了下来，但是却被李寒一收入门下，成为了他第1个弟子。这小子运气倒是挺不错的，能被雪月剑仙收入门下。不过听说他的另一个师傅雷轰和李寒一倒是有不少渊源。那另一个呢？那个抠门的老板回他的雪落山庄了。萧瑟也留在了雪月城，并且成为了枪仙司空长风的弟子。我还以为会是酒仙百里东君。我那几个朋友，想必很快就会名震江湖，真是期待再相逢的那一天。萧瑟，醒了？我睡了多久啊？1天1夜了。这么久？那你在这儿等我，是要跟我道别啊？哟，这么想让我走啊？是不是知道自己赔不起那800两，想赖账？不是，那个，哦，我找大师兄要去。去吧。那你等着。要什么呀？3师尊已经给他钱了，小心被他骗了啊！大师兄，这一句大师兄算是叫得名正言顺了。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呢，是你的3师弟。3师弟？在你拜12师尊之后，萧瑟也被3师尊收入门下。虽说这雪月城内大家都是师兄弟，3位城主也只有我们3个徒弟，但是不管是从入门的先后，还是师傅的辈分，都应该这么办。你说对吧，3师弟？想不到呀，我竟然能和萧瑟兄弟成为同门。本来还想着这一路走来，你要跟我道别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谁跟你一直在一起？滚一边去！雷兄弟真是少年心性。我跟你们2个说，咱们3个就一起闯荡江湖，就像那3位老城主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也去搞搞天下第几当当。我觉得不错。我说雷无杰，李寒一让你第2日就去寻他，我看这第2日天都快暗下来了。堂堂雪月城2城主，向来一诺千金，晚了1刻，你们这万山5祖的约定，怕是就不作数了吧？告辞。小憨货。他这个年纪的少年郎，
不就是这样吗？一路向前冲，万事抛脑后，所以才叫他夯货呀。话说你赖在这雪月城不走，真的是为了那800两？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萧瑟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当年连月师傅将我送至雪月城的时候，让我替唐门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你吗？当然不是。想都不想便说不是。我说你这人还真是奇怪，你就算要等，也应该是等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你等我一个大老爷们干什么？你看着像是一副久经世事的样子，可实际上你才多大呀？你也就比雷无节大个几岁吧。管得着吗你？我不管你，有的人管。这话说得好。3师尊。看来今天我这小院贵客挺多呀。萧瑟，见到3师尊还不赶紧行礼？哎，无妨无妨。我虽想收你为徒，可你并未同意。唐莲、千洛，你们2个守在外面，我和这位萧兄弟商量些重要事情。是。是。我发现，你似乎并不喜欢我。我为什么要喜欢你？因为你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枪仙吗？是因为那件事情而怪我？我也不怪你。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选择，我只是不像他们一般看得起你罢了。独一无二的枪仙又如何？想收我为徒？你还不够资格。当年你王叔入狱之时，我手提长枪，本已打算冲出雪月城，直奔天启，可我当时却收到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你王叔亲笔所写。王叔信上说什么了？他要我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留在雪月城。你确定是王叔亲笔所书？你王叔的笔记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龙飞凤舞的，天下间无人能够模仿。我本打算不听他的，可当年他却号称算无一策的倾相公子。我想，这或许是他计划中的一个环节。我倘若去了，或许会破坏他的计划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却死了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结果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他的书信撕得粉碎，然后冲去天启把他给救出来。可是今日，我绝对不会再做让我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做什么？哎，千洛，放心，3师尊一定不会为难萧瑟的。看来，你并不是伪装的，你的武功的确是被废了。多管闲事！哎，我司空长风乃是药王辛百草的半个徒弟，若论医术的话，天下我至少也能够排名在前5。所以，你有办法？你血脉不畅，这会给你的隐脉带来严重的后果。什么意思？多运动运动。
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这赵玉珍为什么不能下山啊？江湖上关于赵玉珍的传言很多，传说在她出生之时，一道霞光照进屋内，望城山老天师亲自下山迎接，因为他是神仙转世。之后便把她接回望城山，从此再没下山一步。有人说这赵玉珍不能下山，是因为老天师吕素贞的一道真言，说是如果让她下山，便会引起世局动荡，甚至会影响天启城里那一位的位置。所以望城山外30里，一直驻扎着5000铁甲军，就是怕他下山。不过还有人说，赵玉珍身上聚集着望城山当代的武运和天运，所谓真言不过是杜撰，只是怕他一去不回罢了。那以他的本事，若真想下山，是不是没人能拦得住他？10年莫说是下山，赵玉珍连自己的小院都极少迈出。我猜他是在等一个人，如果这人不来，他可能会一直等下去。你有心事？我出生在唐门，是唐门长老唐连月的弟子。原本以为会生在唐门，死在唐门，却忽然被送至这雪月城，拜天下闻名的九仙百里东君为师。连月师傅告诉我，让我在这里等一个人。我已经等了6年了。你们唐门的人总是这样，从一出生开始，就被赋予了太多使命，所以活得一个比一个累。雪月城的事你要管，唐门的使命你又不能忘。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，每天活着，不过也都是为了自己活着，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想？话说你留在雪月城，真的是为了银子？毕竟事关银子的事，都是大事。800两，还真是大事啊！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若你真有这么多银子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招兵买马，踏碎那天启城。我陪你去。你陪我去干什么？你陪我来雪月城，我就陪你去天启城呗。好。你真不是我要等的那个人。你个大老爷们儿，等我干什么呀？怎么跟你大师兄说话呢？信不信我揍哭你？你也就欺负我不会武功吧？敢不敢比个别的？好，比什么？你是酒仙的徒弟，咱们就比喝酒。好。哎，那我去搬酒。来。望城山，长老正在讨论是否要把你逐出雷家。随便他们，我要练剑，成为剑仙。我知道轰哥你性子倔，也不打算劝你，可你要告诉我，为何西剑？因为在望城山上，我见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天底下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剑气。姑娘，刚才那一剑
是你。是又怎样？啊，不怎么样。不是不怎么样。你不是。姑娘，我叫雷轰。那一剑之美，望城山。来者何人？胆敢闯上我们望城山？江南霹雳堂雷家雷云鹤前来拜山。赵玉珍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找死！惊雷指，给我破！我兄弟见了你的剑，说世上武学最美的乃是剑，我也想见识一下。赵玉珍，我又来了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雷云鹤前来拜山。春庭乐舞，遥香老光武。不转回廊，半眉晚冕香。青云薄雾，总是少年行乐。不似秋光，只与离人照断者。这真是最后一坛了。哎，看来是大师兄赢了。来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真强啊！喝醉了都不躺下。哎呀，忘了问绿山姑娘的事儿了。夜闯雪月城，啊，那是师傅闭关的方向。你是谁？我还想问你是谁呢。我可以说我的名字，但你敢听吗？师傅正在闭关，这几日不让人打扰。你若要拜访，再等2日吧。2日之后，你上山来，我不拦你。你是李寒一的弟子，他居然也开始收徒弟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雷无节。好了，快把路让开，我急着去见李寒一，不要耽误我的时间。我前面说了，我师傅正在闭关，我虽然没用，但也不能这样就让你过去。荒谬！你能拦住我？雷门火灼术，隔空无双拳，来得好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何要夜闯雪月城？认识这把剑吗？断剑。这柄剑的剑首是被李寒一所斩断的，但这把剑的名字叫断水。一剑断水，千江绝流。你是无双城城主宋彦回。无双城要大举进攻雪月城了。哎，瞎说什么呢，臭小子！我是来找你师父试剑，没工夫跟你闲扯，快把路让开！宋城主若是执意要过去，请出剑。让我出剑，你还不够资格。放手！我说了，只要我还没死，你就不能过去。
听雨。你需要找到拔剑的理由。拔剑的理由。剑名。我也有一剑。剑名月溪花尘。月溪花尘，雪月剑仙李寒一所传。请宋城主赐教。够美，你够资格接我一剑。好一个剑仙所传，月溪花尘。我什么时候教过你这么烂的剑术？这要传出去，你师父我的脸面就丢在江湖上了。师父，我明白拔剑的理由。只不过拔出了一柄剑，就这么高兴？以后还怎么教你上乘的剑术？守护之剑，你收了个好徒弟。果然，还是这个结果。听说你也收了一个徒弟，开启了无双剑匣，正在修习13飞剑之术。我这个徒弟，天赋远在我之上，他5年之内必成剑仙。好，5年。我这徒弟3年之内必成剑仙。哎，你永远都这么骄傲。宋彦回，你找我试剑3次，败了3次。不过这一次，将是你我最后一次试剑。从今天起，你将不再奢望敢战胜于我。来吧。三城主，落霞，你见过剑仙一怒的剑吗？都说仙人太上忘情，不喜不怒，不悲不爱。除了以霸剑闻名的怒剑仙，其他似乎每一个人都不轻易动怒。因为平时轻易不动怒，所以一怒拔剑时便可毁天灭地。韩一生气了。宋颜回他伤了雷无节。雷无节拔出了听雨剑，是韩一最害怕的理由，拔出了剑。落霞，你跟宋颜回在苍兰江有过一段渊源，你去救他一救吧，不然的话，恐怕天下4城之一的无双城主就要死在雪月城了。死在这一剑下，你可有遗憾？今日事件，我已无憾。你也是受一城之累。如果你不是无双城城主，你的修为不止如此。手下留情。为何？你打了3次都打不赢，还要硬来，你有完没完？天涯路上有你在身边，风化不往上。
跟着我一起来。藏着执着的信念，英雄从不轻只用此生挽留一腔的热血，去给我晴天，将心向明月，往事化作尘烟，花开花落已成灭。这才是真的风雅。水波淡淡这是若一剑舞，将军叶家在战场上所创舞蹈。这个剑舞分为上下两谱，上谱曰云门，若行云流水，闲庭漫步；下谱曰杀阵，杀气横行，千里可闻。这一舞，想必便是云门，只是有舞无乐，似乎有些可惜了。好琴技啊！的确是好琴技啊。司空兄，我觉得我寻到了一个答案。你要的东西，我会给你。真的？借小乙用。卢剑仙，谢轩，不用顾虑我，此生能见一次真正的若一剑舞，是我的荣幸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吉喜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逆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沐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好巧啊，又见面了。虽然我不懂其中之事，不过这样的开场白，是不是略显得有点烂？烂到令人发指。是啊，又见面了。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哟，有故人要来了。谢兄，还不快跑！哎呀，今日能见到雪月城的少年子弟，才知道江湖第一城不是妄言啊！就此别过，就送你们几本书吧。哎，这个送你。这是若一剑舞虽然是好舞，但是杀伐之气太重了，你身体不好，不可常舞。此舞如惊鸿，所舞之时，就像鸿雁在高空翱翔一样，重柔美，少杀伐。多谢先生。喏，这个送您。前辈，这是什么呀？晚来雪。
这个是江南才女谢飞轩所著，情之动人，据说连宫里的娘娘都看哭了。啊！你学学里面的主人公，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可别再说这么尴尬的话语了啊！我常常听你师父抱怨，他说他收了一个假正经的徒弟，可是我刚才听你朗声高歌，却颇有你师父年轻时候的风采。这本书给你，你师父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看。我只学习了师父的武功，没有学习他的酿酒术啊。这期间的滋味啊，你自己去品吧。谢谢先生。哎呀，你应该不希望我唤你那个名字吧？但是你我终究也算是故人了。谢轩先生，看你现在慵懒的样子，我都快想不起来那个在学堂中肆意妄为的少年郎了。外表可以骗人，但是琴声骗不了。心中义气，琴声尽显，我很欣慰。我不明白先生的意思。你不必明白，我只是很高兴，我没有看错。这本书送给你，这是我自己写的，但是名字还没有想好。你如果看过之后想到更好的名字，你就自己写上吧。长风兄，有的人这辈子都不会改变的。多谢谢兄了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我才刚来，你就要走？就真的这么怕我？相见不如不见，不见如相见，眼虽不见，心已见。死书生，兄与人。师傅，晚上好啊。刚刚我在苍山上，忽然望见此处有一道剑气，这一剑不错。师傅，你夸我呢？但是，是谁允许你下山的？师傅，你怎么从来不去参加百花大会啊？再美的花，看了10几年也就看厌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就是读书个剑仙的谢轩啊？还真如传闻中一样，儒雅又霸气。哼，死书生。他还送了我本书，叫《晚来雪》，但他送给别人的书都挺特别的，我的那本好像听竹书轩就能买得到。你喜欢那个叫叶若依的女子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她长得好看。就这一个原因？好像也没有别的原因了。哼，你也倒是坦诚。师傅，我说她长得好看，不是因为我喜欢全天下所有漂亮的女子，只是我见她的那一面，就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了。但仔细想想，我不了解她的过去，也不知道她的性格，连她喜欢什么、讨厌什么也不知道。想来想去，或许也只有那一眼的心动吧。又或者是，她长得好看，可是长得好看的人都喜欢骗人。哎，师傅，您这么说，您被漂亮的人伤过？师傅说，这漂亮的人都会骗人，果然是真的。师傅，我错了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随我下山，
啊？那我便1年后再来。哎， 2个月之后，我与你试剑；3年后，你便成为剑仙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约定了？哎，师傅，你等等我呀！谢轩先生是你找来的？是的，我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他。他说他最近正在修习一门武功，能够对你有益，我便把他邀请到雪月城，把这门武功传授给你。 谢谢，你不用谢我。谢轩和你我的交情都很好，但是想要让他传授武功，仅凭这些交情是远远不够的。他的武功，只教他让他觉得能够配得上他的人。你刚刚抚琴的时候，他才做出了这个决定。看来此书真的有奇效，3言2语，你便看出了一些门道。 真切流转，万法通行。谢轩先生给此功法命名为流转。看来谢轩没有骗我，他说你照此功法修习3年，你的功力就可以慢慢恢复到从前的大半，再加上我的药理之术，就算胜过当年，也是指日可待。但是，你要切记一点。什么？虽然他在书上没有提到。 可是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你很快就会发现，流转之术不但可以帮助你慢慢的恢复功力，还可以帮助你短暂恢复到最强的力量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，便会前功尽弃，甚至还会有性命危险。短暂的恢复到鼎盛时期吗？3年的时间，其实并不长。 确实，我在那客栈都待了不只有3年了。但是术法，术在先，还必须要有法。什么是法？法便是你的心，身体上的病可以医治，可是内心的呢？我知道那件事情对你伤害很大。 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坚强地走出来。阿爹，哎，钱罗啊！阿爹，怎么不等我回来，百花会便结束了？哎，你这个丫头哎，爹喊你的时候你不理爹，现在大家都走了，你又怪我们结束得太早。哎，你这个丫头！我听说如剑仙前辈也来了，还给每个人都带了本书当礼物。我的呢？你的，当然有了。 啊，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。哇！哎，这丫头啊，怪我传授给她的枪法太过刚猛，所以就缠着我要。阿爹，颜回，这些年你做得很好。大长老，还请有话直说。 这些年，无双城从没落到重新崛起，全靠颜回你的操持。你是中兴之才，但是无双城现在需要的却是一个开疆辟土之人。哦，一个野心勃勃的人。对，今日起，城里的大小事情，你就不用再操劳了。 交给松涛负责吧。师兄，好久不见。这无双城城主的位置，我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兴趣。但是，松涛，他没有这个资格。你说什么？松涛当年的武功便不如我，所以他才出走无双城。如今你们把他找回来，不过是因为他更容易控制。 更愿意听你们的命令行事罢了。颜回，你逾矩了。我这个城主可以不做，但我要推荐一个人，我该有这个权利吧？当然。就这小子吗？
就你这小毛孩也想当城主？先和我试下刀吧！确实是个小毛孩。无双，来了，师傅。嘿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这才过了1日，你怎么又逃下来了？自从我接了我姐3剑之后，便不用在苍山上继续练剑了。我姐说，只要我每日花几个时辰专心练剑，剩下的时间可以在雪月城自由安排。嘿嘿。摘下了师傅的面具后，相认了姐弟的身份，倒是变得宠溺起来了。看来这天底下的姐姐都是一个样子，雪月剑仙，也不能免俗。哎，你怎么对雪月剑仙是瓦解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呢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你是雷门的人，李寒衣是雷梦莎的女儿，你们本就是血亲，只是关系亲疏的问题罢了。传闻新剑传人李新月是江湖4大美人之一，且极为聪慧。怎么就有你这样的傻儿子呢？哎，那不是还有我爹吗？哎，我爹雷梦莎怎么样啊？战场之上身披银甲，脚踏神驹，是个鬼神般的人物。那战场之下呢？话痨起来闯祸，琅琊王对其十分头疼。哦，我就是我爹，不对，我随我爹，我姐随我娘亲。所以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哦，对了，你对雪月剑仙是我姐这件事情不感到惊讶，我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让你惊讶到下巴都掉到地上去。是吗？萧老板，我天下百想，能让我惊讶的事可没几件。千落师姐要嫁人了，哎，你看，是不是很惊讶？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？那自然是听我姐说的呀。所以千落最近忙着找夫婿，哪来的夫婿啊？他最近抓紧练武呢。刘姐，我有点不太习惯我们现在的对话方式啊，总感觉你我的身份好像反了。以前那个平时一问三不知的人，不应该是你吗？哎，那是平时我都让着你的。哎呀，罢了罢了，我就一口气说完。这事儿就要从3年前开始说起了。那年千落师姐及笄，江南段家少主前来求婚，请了10个门派的长老，段家上下3辆马车的聘礼来雪月城订婚。那3城主自然是看不上段家那小子了，于是想了一个缓兵之计。莫不是比武招亲？哎，你不是不知道吗？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猜得出来。啊，你说的没错，的确是比武招亲，而且算到现在，就是3日之后。既然是他们比武招亲，司空千落亮我做什么？唉，那是因为千落师姐又加了一条规矩，说那人必须还得打得过她才行。那段家自然是不同意了，说什么女子嫁夫须得温婉庄闲，不应该执迷于舞刀弄剑之事。于是呢，这条规矩就做了一些变更。若是雪月城的弟子拔得头筹，就还得过师姐这一关。明白了，这司空千落压根就不想嫁，他是让雪月城弟子先赢下来，他再上去把人给打下来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们这一个个家伙，平时不好好练武，一到关键时刻，就这么不堪一击。千落师姐不仅自己勤学苦练，还帮其他弟子训练呢。击败那个姓段的没什么难的，我那天看到他出手了。他最后一道暗器虽然将唐莲逼入绝境，但其实是因为唐莲不愿出手伤其性命，故意放手。哦，若论实力，唐莲远在他之上。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夸我呀？哎，大师兄。我只是阐述事实罢了。哎，既然你们大小姐遇到了大问题，你这个做大师兄的，是不是该出手相助一下？我不能出手，
为什么？若我出手，最后就剩下我跟千洛一战。以雪月城的威严和千洛的性格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自然不能像登天阁放水雷无节一样放水千洛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，我跟千洛早已如兄妹一般，总不能真的让我娶了她吧？哼，哪那么多理由？我看你就是怕参加比武大会，被天女蕊知道了，破坏你们俩的感情呗。你再乱说，我可揍你啊！我相信大师兄是真心的。还是雷师弟懂我。相信什么呀？对天女蕊是真心的。我看你小子也欠揍了。哎，我不说。不对，我不能去，雷无节你可以去。那我不行。为什么？那我说实话，要是若依姑娘知道了，她以为我中意的是千洛师姐，到时候我解释不清啊。那你想多了，人家叶姑娘根本不会在意的。万一呢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我们在聊，想让雷无节帮你打擂台。啊！本小姐的事儿，要你多管闲事。千洛，千洛，我忽然有个想法，雷无节。大师兄，看到此情此景，就连我都很难不产生这个想法。萧瑟，别跑！这才刚刚消停几天呢，又开始了。我这个女儿啊，我倒不这么认为。他们这个年纪，越喜欢一个人，就越喜欢跟他作对。只可惜3天后的比武招亲，我还没有想到一个万全之策。实在不行就耍赖吧。耍赖这个事儿，大城主老干，你不妨试一试。他耍赖是因为有我在后面给他收拾烂摊子。我要是耍赖的话，那整个雪月城的威严可就荡然无存了。难不成真的让千洛嫁出去了？千洛要嫁，一定要嫁给她自己喜欢的人。这个事情交由我来办。我左看右看，整个雪月城能够出战的，确实是你那个弟子，骆明轩。哎，师傅，你怎么突然来登天阁了？我来看看我的好徒儿有没有好好习武啊。放心吧，师傅。最近呢，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仙人六伯，越看越有几分门道了。相信我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能悟出其中剑法的奥妙。你别看那些人一个个现在威风凛凛的，等我成了剑仙，定给师傅你争光。现在就有替我争光的机会，去不去？师傅，你该不会让我替千洛师姐打擂台吧？我可不喜欢她，她那杆枪那么厉害，我想想都害怕。怕什么呀？女孩嘛，就是嫁了人以后才会变得温柔。以前千洛的娘亲是很厉害的，千里奔袭，追到司空长风以后，一脚就把她从马上踹下去了。可是后来呢，还不是雪月城最温柔、最美丽的女人？那我还是觉得师傅你更美一些。就你胡诌！你入城拜师的时候，千洛娘亲已经走了，你根本就没有见到她。说吧，为什么不愿意打这擂台？我已经有心仪的姑娘了。心仪的姑娘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好啊，你个骆明轩，有心仪的姑娘第一时间不告诉你师傅我？师傅，没有师傅。我心仪的姑娘，她又不心仪我。师傅，你别这么激动。快说，哪家姑娘？我帮你参谋参谋。哎呀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师傅，你别老问我了。哎，我还在练功呢。哎，你别打搅我。师傅这是受司空长风所托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把他们都打下去，然后你输给千洛不就得了？真的可以这样？这次稍稍不这么卖力，不就输了？
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搞定了。好。怎么，不高兴的样子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。又发生什么事了？有贵客要来雪月城。既然是贵客，又为何一筹莫展？因为这位贵客，他姓萧。此时此刻，雪月城应该收到信了吧？殿下，你说雪月城收到信件后，会不会把萧楚河藏起来？雪月城或许有这样的想法，不过以楚河的性格，他是绝对不会再躲藏起来的。可是他已经藏了很多年了。他既然选择了踏入雪月城，就不会在意被我们发现，更不会再示弱了。难道殿下还真的想把萧楚河带回天启城吗？本王身上可是带着父皇的口谕。可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藏民深知殿下重情重义，可还恳请殿下好好想一想，这萧楚河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雪月城？又怎会引得司空长风要亲自点名收他为徒？雪月城以前是效忠琅琊王的，萧楚河他也一定会利用这一点，请殿下恕属下谏言。萧楚河夺嫡之心昭然若揭，他若是回到了天启，很多事情本王无法改变，更何况城中的那个人，或许真的不是楚河呢，真的只是萧瑟，一个客栈的老板。殿下，起来吧，给雪月城再传封信。此行我们入城，不能加以任何阻拦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我们悄悄地入城，去会会这个叫萧瑟的男人。唉，这司空千落的武艺现在可真是惹不起。你明明可以再躲，怎么放弃了？我若是想脱身，这袖子怕是废了。光这袖子，200两银子呢。你就为了一条袖子，命都不要了？一看这龙须针就知道是大师兄大驾光临了，还打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在这外面被追了1日了，难道回来屋内还得接着跑不成？这平日里只知道你的轻功卓越，今日一试探之后，才发现你的反应跟敏锐也是一绝，只是没有内力罢了。说这个干什么？哎，我和大师兄白日里做了一个决定。别说了，你们的决定我拒绝。你都还没听呢，怎么就拒绝了？因为我已经猜到了。啊？此行一路走来，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。大师兄，你莫不是想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吧？我们只希望萧老板为我们雪月4节的情谊做出一点牺牲。什么雪月4节？哎呀，我取的名字，真难听。相信我，我们的计划万无一失，简直天衣无缝。上啊！打他，打他！你还真当热闹看了？现在还能再看看热闹，一会儿怕是要针锋相对了。千落，这么多上场的弟子之中，有一个你能看得上的吗？这些人的武功，在我手上3枪都走不过。挑选夫婿也不能专看武功啊，长相呢？长相，连雷无节都比他们强100倍。雪月城弟子胜。兄长，你看下面这些人，没一个是我的对手。无趣的游戏到此结束。
我先去替兄长略阵。这是谁啊？段家豪子。我是个瞎子，我看不到你，而你却能看到我。怎么？既然都见到了，也不唤我一声吗？参见白王殿下。你就是这么叫我的？我只是一介庶民，见了当今二皇子白王殿下，还能怎么叫？毕竟叫错是要杀头的。那你可知道，白日见我不贵，也是要杀头的。我的头就在这儿，殿下若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你说话不像从前那般锋锐了，就是有些有气无力的。不过你耍赖的样子，还是像从前一样。还是唤我一声二哥吧，好多年都没有听到了。我叫萧瑟，只是一间普通客栈的老板，没有资格唤白王殿下为二哥。那好，雪落山庄萧瑟。草民在，接旨。接旨。接旨。奉圣上口谕，赦免六皇子萧楚河过去一切罪错，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赏黄金10000两，珠宝100箱，即刻速回天启城复命。还不谢恩？我拒绝这道口谕。你敢不接？我就是不接。为何不接？赦免六皇子过往一切罪错。我的过往何错之有？虽然看不见，但我也能猜到此刻你的神情。既然殿下猜到了，那就还请殿下将这道口谕带回去。听完口谕，你还是不肯唤我一声二哥。看来你是真的不打算回去了。殿下难道希望我回去吗？当年我离城而去，有一人提剑而来，正是怒剑仙叶战天，当世5大高手之一。据我所知，他也是殿下的授业恩师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并不是我派他前去的。并不是你派去的，那他去前你是否知道呢？是否知道又假装不知道呢？所以你认为你的伤是战天师傅造成的？就算最后一剑不是他出的，倘若他不在，很多事情都不会被改变。罢了，很多事情还是回天启城再说吧。本王给你3日时间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是否要接下这道口谕，同我回家。殿下，我在外面都听到了，这萧楚河如此大逆不道，直接上报陛下，让陛下收回成命，然后再重重治他的罪。臧明，这些话你只能同本王说。为何？记住，我与他并无恩怨。可当年那块糕饼是他。
当年我们只是孩子。最近雪月城还真够热闹啊。是啊，先是有人闯进登天阁顶问见雪月剑仙，再有这百花会，如剑仙亲临礼赠四方，再加上这比武招亲，把尊贵的白王都给引来了。可你知道，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。哼，那还感情好啊！你现在就去替我把白王给我赶出去。这有何难？当年我一剑逼得他老子都跟我立约，一个王爷罢了。我去就回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呢，你何必当真呢？你干嘛总是把雪月城满城上下的脖子全给提起来呀？这个白王啊，他来只不过是想带走一个人。消息传得还真快，既然皇帝想让他回去，应该已经赦免了他的罪，这是好事啊。其实萧瑟最想赦免的不是他自己的罪，而是琅琊王的罪。这不可能，琅琊王案当年已经是个死案，明德帝不会愿意做出任何妥协。是啊，这是一个死局啊。叶姑娘，叶姑娘，司空城主，二城主，叶姑娘，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？我准备去药房取些药材，路过此地便来见见城主。哎，我那个丫头啊，要是有你这般懂事，那可就好了。怎么样，叶姑娘，身体恢复得如何呀？比来之时好了许多。看来我的医术还是差几分火候。啊，对了，我听说唐老太爷那边有一个法子，或许能够根治你的病。这样吧，你让唐莲抽空带你去一趟唐门。劳烦城主费心了。去吧。他已经在外面听了很久了。反正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儿，听就听吧。她是大将军叶孝英的女儿，叶孝英知道的越多，事情就越复杂。但她曾经是萧瑟的好朋友。可从萧瑟入雪月城以来，他们两个似乎从未说过话。所以，他是最了解萧瑟的人，而现在的萧瑟，最不想提及的就是他的过去，而叶若依，他所背负的正是萧瑟的过去。晨光幽谷乡，是若依姑娘吗？许久未见了，二皇子殿下。若本王没有闻到叶家独有的晨光幽谷的香味，那么若依姑娘是否打算就这么走过去了？我已很多年没有见过殿下了，方才觉得面熟，却也不敢相认。我听说若依姑娘一直在城中养病，身体可有好一些？司空城主医术高明，若依的身子比以前好了许多。那便好，你与楚河自幼交好，能在此城中重逢，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吧？啊，楚河哥哥，他不是失踪很久了？哦，你没见过他吗？我向来一人独居在这别院中，平常从不与城中人来往。今日是过来取些药材的。他来此城已经许久了，此行我便是来寻他的。那殿下来寻他，是要抓他回去吗？抓？我是要将他带回天启。父皇已经免去了他所有的罪错，他之后还是北离的六皇子，永安王萧楚河。那便很好呀。但他拒绝了，我给他3日的时间，你与他自由便交好，
帮我劝劝他。以楚河哥哥的性子，决定了的事情，便很难改变了。但在我知道的人中，能劝动他的，你是为数不多的。那若依试试吧。多谢了。你已经知道姑派人去找楚河的事了？是陛下故意让臣知道的吧？是啊。楚河当初和叶将军交好，姑在想，若叶将军知道了楚河的下落，或许能助姑一臂之力啊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现在既然愿意现身，或许他愿意回到天启了。叶将军真的是这么想的？哼，我若是陛下，就不下什么旨意了，直接带着军队把雪月城给围了。哼，呵呵。这确实是叶将军的行事啊，可是姑害怕逼得太急了。哼，以那孩子的性子，他又要对抗姑了。唉，这几年，姑禁不住总要想起过去，对楚河的愧疚，也是越积越多呀。偏偏这孩子又是个倔脾气。姑没有找他，他竟然4年消失得无影不踪。姑害怕错失这次机会啊。姑想要把楚河带回宫里的事，怕是瞒不了多久，还需叶将军替姑多费心了。是，陛下放心。退下吧。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陛下让白王传了道口谕，召萧楚河回天启。我早就猜到了。这个人真要回来了吗？那也未必。你的选择是？泰安殿牌匾上，龙峰卷轴内，写的谁的名字，我的选择就是谁。可那卷轴上还没有写字。而我们可以最终影响写在卷轴上的名字究竟是谁？我提醒你们，5大剑奉命行事，不要说大逆不道的话。我只是说影响，又没说指定。金仙太过敏感了，不是？谨言说的没错，若是以前，我们可以等圣上来定夺。但六皇子萧楚河重新出现，这一切全变了。我知道，你们中间有的人是白王的授业恩师，有的人是赤王的门中贵客。萧楚河的出现对你们来说，是最大的威胁。嘘，你不该在未和我们商议之前就把消息告诉陛下，更不该还没搞清楚那个人是否是真的萧楚河的情况下
没错。告诉我们，于师国那事的原委，那人是萧楚河的可能性究竟有几分？你们没有这个资格。嘿，皇子之事，岂是尔等可以随意议论的？大见。近1年来，楚河，3日期限已到。那你明日岂不是就要回去了？得到你的答案，我便会离开。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这个条件确实很难让人拒绝。你我都了解父皇的脾气，他肯下这道口谕，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。其实只要我跟你回去，我便从此不用再流浪江湖，我就可以回到天启城，回到我那处真正的雪落山中。我可以每天都去碉楼小筑饮酒，去千金台豪赌，去碧波湖观景。就连我这一身内伤，也有最好的医师帮我调理，最好的药材供我滋养。自然，甚至就连我最想查清的那件事，也有更多希望去调查。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答案，回到天启城之后，做什么，由你自己来决定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答案。我萧瑟拒绝这道口谕。为什么？你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多值得回去的理由，却仍旧拒绝了。因为我一旦跟你回去，便等同于认同了我过往所做皆是罪错。既然我过往所做都是罪错，那便相当于这世上唯一能为琅琊王叔平反之人也认错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琅琊王谋逆一案，御史台早已结案，琅琊王也已伏诛。这意味着琅琊王叔一生清白，留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将荡然无存。他将背上叛国谋权的大罪，被钉在我北离朝的耻辱柱上，生生世世遭人唾骂。你一人坚持，有何意义呀？有我萧瑟坚守，那至少这世上还有人为其反抗。这样，琅琊王叔当年不惧生死，拼杀于战场，救黎明苍生于水火的壮举，就还有意义。没错，就我一人，那又如何？除非我死，我这辈子都不认错。抗旨不遵乃是死罪。那你敢杀我吗？你若是敢，现在就动手；你若是不敢，就回去找你的父皇，请一道取我首级的圣旨来。殿下，带他走。是。你又何必要演这出戏呢？再来！萧瑟，走。殿下，方才萧楚河所言何意？本王临行前
曾经答应过父皇，一定要办成此事。但从遇到他的那刻起，本王便已经猜到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为何？因为他身上的锋锐，并没有消失。所以本王就演了一出戏，等了他3日，终于在方才，老六配合本王演完了这场戏。所以说他是故意借的这一剑。不错，以生死相抗，本王就没有理由再逼迫他了。父皇那边，本王也可以交代了。殿下早就想到这一层了。谁又真的想让萧楚河回到天启城？那些年，所有的皇子都成了他的陪衬。本王好不容易找到一次机会，不能再错过了。是藏民鲁莽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本王也开始算计得失。老六比本王早知道这些，却从来没有改变过。白王来得匆匆，去的倒也迅疾。既然事情已了，就不多打扰城主了。白王很像当年的景玉王啊。父皇当年的封号，不敢忘提。哼，只可惜，萧瑟一点都不像当年的琅琊王。是吗？听很多人说，老六的风采跟当年的琅琊王一样。哈哈哈哈！那可大不一样啊！琅琊王是个君子，凡事喜欢讲道理，以大局为重。老六呢？哎，去他的什么大局为重！我开心，我舒心就行了。本王明白了，告辞。请。殿下，少汉那边的消息已经到了。一切顺利吗？少汉说一切按计划执行。好，那么此行，我们就先去一趟无双城。有客自远方来，愿拜会叶宗主。多远之方，客为何来？千里之外，天启皇城，为见宗主而来。只是见我，那你已经见到了，可以走了。不，没有见到。哦。佛曰：有心无相，相由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由心灭。我只见宗主相，未见宗主之心。不算相见。你想见我的心？你可知我原来的名字？无心。进来吧。这位似乎是故人。越姬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位是明侯，你们的确曾见过。可他现在看起来，似乎什么事也不记得了。这是药人。我遇到他和月姬的时候，两人都受了重伤，几乎已经是死人了。他虽然没死，但是却变成了只听你命令行事的药人。万事皆有代价，他想救回自己和月姬的命，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。唉，只可惜那门武功，我已然用不出了，没办法再帮你一次。至于你，为什么要来见我呀？我姓萧，赤王萧雨，明德帝的第7位皇子。看似是个诗酒王爷，可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在发展自己的势力。在我回天外天这件事上，就有你的安排。之所以会这么做，
是因为天外天内乱不断，所以你想把我送回这里，以我为傀儡，在背后操控。最后，天外天，甚至于整个域外，都会成为你的势力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我没有想到，你的能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，短短几个月，就已经掌控了天外天，所以我才不远千里而来，希望与你结盟。可我为什么要与你结盟？我姓萧，但我的母亲姓易。那时我太小，却也只记得他姓易，忘记他的名字了。易文君。好陌生的名字，于你，于我，甚至于他自己，都很陌生了吧？他被人记住的名字是宣妃娘娘。所以，你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。叶鼎之当年拐跑母妃，我已经出生了。我是你哥哥，比你还大上2岁。唉，那我吃亏了。哼。所以呢？什么？我们虽是兄弟，但却同母异父。我们的父亲还是死敌。说到底，当年我父亲率领魔教东征，众人皆认为是他称霸天下的野心。可点燃他野心的，分明是抢走我母亲的明德鼎。你的父皇害死了我阿爹，抢走了我的母亲，我不提刀砍了你就不错了，还好意思让我帮你夺帝位？如今父皇年迈，隐已有立储之意。我们家族本来在天启依托影宗，可琅琊王还在世的时候就废掉了影宗。现在我们家族在天启城毫无势力，母妃又因为那一件往事而受尽白眼。江湖之上，无双城和雪月城的势力也被其他皇子所占据着。别把自己说得这么弱。母亲当年有一个师兄，爱他爱得要死，叫洛清扬。后来他成为了5大剑仙当中最厉害的那一位。木良城城主孤剑仙，现在是你的义父。他确实是我们的义父。怎么又成我们了？你这个哥哥，话里话外都狡猾得很呢。我就想让母妃过得好一点。这么多年来，叶鼎之那件事情之后，所有人都仇视母妃，也看不起我。但我偏要站到最高处，让这些人后悔。用亲情感动我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毕竟我和他之间的亲情，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。但是，争夺天下什么的，似乎也挺有趣的。我不能当皇帝，但能帮一个人当上皇帝，听上去也不错。真的？真的。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你会死吧？我的亲人不多了，我希望你们2个人能好好的活着。好，我现在就有一件急事，需要你帮我。我才刚答应帮你，你就给我安排任务，是不是也太心急了？的确很急，因为白王萧崇已经动手了，他们正在追踪一个人，那个人很重要，绝对不能让萧崇得手。我需要你帮我抢到他，或者杀了他。那个人，莫非也姓萧？是。萧瑟。我不管他现在叫什么，反正没错，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。你们之间情谊很深。是。他是我的朋友。我的朋友很少，他算一个。
但是你放心，你的请求我会答应，只是有一点。什么？我会保证，白王萧崇得不到他，但你也得不到。萧瑟不能死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好啊，我答应你。还有，这一路上，我需要有一个人相陪。你随我走吧。你要带他走？我们好歹也算是有一面之缘，看他变成如今这样，着实可惜。不妨，你把他交给我。那你带他走吧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去天启城找你。记住，萧瑟不能死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、雷无解前来拜阁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打算怎么陪我？陪你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仙人揽六柱，对搏泰山鱼。据说这是一局残局，残局之上蕴藏着绝世武功，若是能够从中参透，胜过苦练20年啊！我刚刚看出些什么门道，你就进来了。说吧，打算怎么赔？不会又要赔500两银子吧？上当，给你打个折，300两就行啊。那能不能比试完之后再给啊？行。哎，痛快，那就得罪了。你要赌什么？啊？6博牌九，宣和马吊。问你要赌什么？快点选一个。这些我都不会啊。都不会？你不会上这儿来干嘛呀？我只会一个，玩骰子，猜大小。唉，比大小就比大小吧，没意思。来吧。当真不能比我？不能。一局定胜负，猜吧。大。331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输了。我第一次玩，这一局不算。你敢不敢给我再来一局？好啊，那我再陪你玩一局。你只要能赢1局，算你赢。来，你等等，我先下阁去喝碗豆浆，一会儿我再上来跟你玩最后一局。行啊，去吧去吧。记得一块把银子带上来啊。好。这小子有点意思。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，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小子，才13层就下来了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弱呀。我还没输呢。
那13层那家伙，他不跟我比武，他跟我比摇头子。你赌术比我高，教教我呗。教你可以，但是得加钱。多少？加300，一共800。行。你遇到的应该是雪月城尹落霞的弟子。尹落霞，苍兰江边一场断江的落霞仙子，江湖美人榜上常驻10年的神仙人物啊！你还听不听？听。尹落霞生性好赌，曾与枪仙司空长风连赌3场，均落败，后被迫加入雪月城担任长老。据说他入了雪月城之后，他只收了1个弟子，跟他一样嗜赌如命。跟我说说他怎么跟你赌的？我就只能先瞎猜呗。他就掀开一条缝，看了一眼就说我输了。那个宝盒下面有道暗格，他提前看一眼，若你猜中了，他只需轻轻一拨，骰子转动，怎么都是你输。原来如此，我走了。回来。赌不过是一个小伎俩，闯登天阁不会如此儿戏。你若想赢，还得靠你最擅长的事情。我最擅长什么？揍他。我明白了。站开，让开！小师叔，那个红衣男子跑来跑去，看来真的只是休息一趟，还没有被打下来。这样下去，今天的风头都要被抢走了。莫着急，等他闯到第16层时，看我上去把他给赶下来，也省了我们一层一层往上闯的力气了。既然我们都是在等他下来，不如我先请2位喝杯茶。哦。紫薇望气，道也寻龙，你可看出什么来了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术？飞旋莫动。这位兄台并不会武功。望气术有3层境界，你貌似只练到第1层。兄台是说我看错了？你其实是一位高手。不，你没看错，我的确不会武功，只是想请2位喝杯茶罢了。只是喝茶？既然遇见了望城山弟子，自然也想算上一卦。别再隐瞒身份了。雪月城有个组织叫做蛛网，专司情报。自你我入了下关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被盯上了。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命，所以想算上一卦。这边请吧。哎，飞雪，你不总说自己虽习得那通天之术，却觅不到美玉良材吗？喏，这个就是了，去给他算上一卦吧。美玉良材，算你的，吃不了亏。走吧。哎，你回来了，豆浆可还好喝？嗯，等我登到阁顶了，我再请你喝一碗便是。这么自信？我有个朋友说，这赌其实就是靠小伎俩。所以我还是赌他。买定离手。哼，要赢还得靠真功夫。离你的手！你撒手！撒
撒手！撒手！再不撒手，我教你了！116，8点，是13点，大的不能再大了。你可以啊，啊，你的武功比你的赌术要强啊。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夸奖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南霹雳堂雷无杰。我上来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骆明轩。啊，我知道，落霞仙子的弟子嘛。我早就对落霞仙子仰慕已久了。仰慕已久？啊？怎么了？嗨，他这都30多了，说什么一掌断江，那断的又不是长江黄河。啊，你干嘛一脸崇拜的样子？我跟你讲，她其实就是一个老女人。明轩，来西照阁。那个，我先上去了，一会儿再见。真是个有趣的人。大哥，本小姐不过出城半年，就让人登上13级，真是一群废物。公子，可以开始了。且慢，又怎么了？上面登阁那位欠我800两银子，那我也要为他登阁出上一份力。萧瑟，司空姑娘，好久不见。你们怎么才到啊？按理说1个月前你们就该到雪月城了。唉，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修士说过13层了，又上14层了。哎，那个雷无杰呢？莫非闯阁的是那小子？司空姑娘猜得不错。上次匆匆一别，还没来得及切磋一下，这次正好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能让你过去。你是想替那雷无杰拦住我？萧师叔，你不是说那个人不会武功吗？这可不是什么武功，这是一门轻功，不需要内力就能施展。什么轻功？天下第一轻功，踏云。这层守阁的人呢？大师兄，好久不见，大师兄。哎，不是说了没过门，先不要叫师兄吗？别人可以不叫，师兄一定得叫，毕竟咱们是一同经历过生死的。哼，你是雷门弟子，想要加入这雪月城，只需拿着名次找我便可。为何非要闯着登天阁呢？我来这雪月城，是为了见一个人，但若想见到他，就必须闯着登天阁。若是真跟师兄动起手来，别忘了师兄莫怪。不错呀，最近武功的确精进了不少。我日日勤学苦练，可是一刻都没放松过呢。